好的，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能清晰的听到我的声音，并且能够看到工具清单这几个大字的话，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之前没有听过，对吧？现在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感受感受。我们先确保设备一切通畅，以及大家伙儿呢都进入到能够正常的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就正式的开始哈。好嘞。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易德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我们要所绘制的内容是这张云鹤幽居。我想这个画家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啊，已经画过多次了哈。这个画家呢，我们说是渡海三家之一的黄君璧，他的风格我们之前说过，其实是比较多元的，有比较壮丽的雄阔的山川瀑布，还有呢，我们说这种秀美的呢云海幽居的这种景象啊，云烟幽居的景象。他的绘画呢，我们说传统功底呢也是很深厚的，历经了现代中国画的一种继承和演变。烟云浩渺，清幽静谧，是我们今天所绘制的这样案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么这张画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精细刻画的细节的点，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出工具，跟着我尝试一起画画。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识字的参考线，也发到了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以及我们的班级群内，都可以呢，大家用这种线条来作为参考，来把握好画面的位置。在画之前提一个小的建议，小伙伴们，如果你想要落款，这张画本来它尺幅不大，所以你落的款尽量不要太大，不要超过一个指甲盖，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你的墨色不要太浓重，不要超过画面当中最浓重的墨色，一般是我们这样给大家建议的哈。希望大家伙儿在不要因为落款最后导致自己的一半天的心血是吧？这个白费。那最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画出越来越好的作品，好吗？在这种我们说熟悉又陌生的啊，自然最深处才有的悠闲和宁静的画面当中，我们来寻找一份惬意和安宁。来，我们来调转一下镜头。好了，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的话，来敲2个数字5啊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好，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啊。好嘞，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关注，点关注呢不迷路。以后呢，每次直播会给大家自动提醒，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头像旁边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哈。在群内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提前一天预告我们高清的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材料哈。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们要画这种大面积的云雾也好，还是说我们要去染这个颜色也好，我们会用到这个大的牛耳。如果没有牛耳这个提斗笔的，可以用咱们这个白云笔，是吧？白云的这个大号或中号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带大家来勾勒和皴擦的时候用到的笔呢是狼毫，是吧？你也可以用尖毫。我呢今天带大家用我们这个蓝竹啊，用这个蓝竹的小号，因为这个画幅不大，因为它的锋啊比较长，大约有4厘米左右啊，4厘米左右。那这个呢是一支小号的狼毫，如果你有呢就用这个，没有的话就用咱们的蓝竹啊。当然这些工具材料也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里边给大家备上了，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或者说需要去增补咱们的绘画材料小伙伴，那以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去选购，好吗？来，接下来我们呢要开始带大家动手了哈，拿出我们的这个蓝竹，或者你的狼毫，或者你的尖毫笔，我们呢来一点点墨啊，来一点点墨。好，我们把这个墨盘呢拿出来哈，笔尖是吧？我们先把毛笔在笔洗里边干净的水里边给它浸湿了，浸湿之后是吧？多余的水分呢，把笔啊放倒，把这个笔肚多刮一刮，多余的水分刮掉，然后我们用笔尖去蘸取咱们的这个浓重的墨色，来微微的去调和，微微的去调和。麦克风怎么了？听不到声音吗？其他的同学声音一切正常不？如果声音正常，也能看到我的双手，
来敲2个数字5，可以是吧？好，如果自己这个设备有问题的话，可以呢调试一下哈，调试一下。好，然后咱们就是微微的去调和一下嘛，把这个墨色呢给它调和的更淡一点，是吧？调和的更淡一点，让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层次呢更可控或者更丰富。好，然后再一个呢，我们需要拿出一个试笔的纸张，试笔的纸可以用我们的生宣或者咱们的卫生纸，是吧？吸一吸毛笔的笔肚，把多余的水分呢给它吸掉，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如果太浓，我们就加水；如果太淡呢，我们就加点墨给它调和。好，没有问题就好哈。是吧？大家伙都保重，大清早能起床的都是勇士啊，都是勇士。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动手了啊。我们大致的画一个参考线吧，就是比如说横竖十字线交叉的这个点，我们大致找到它是我们画面的中心点。这个呢，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对不对？好，你大致定这么一个点呢，能方便我们去找画面的物体的位置，以它为参考来确定。好，在这个确定这个点之后，我们呢就要从这个下方啊开始大家画起了哈。来，我们推进，对吧？来推进，我们从右下角由近及远这样推着来啊，推着来。挂力到了，很棒！一会儿我们可以带大家画一画。好，点确定好了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右下角的岩石、树木和房屋都在这个右侧，而且右侧画的非常的满，刚好左上角呢它就很空，形成一种我们说的对应和互补，或者说一种衬托的关系。那么在画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它的底部前方的这个岩石的一个轮廓，它是右上左下有个斜躺着的嘛。斜躺着的，我们确定了这个画面的大约一半的高度，对不对？然后再往下面走，找到它的一半，是吧？下边部分的一半啊，大约在这里，是吧？然后我们画的这根线呢，大概在这个一半的高度偏上，一直左右，从上是吧往下开始勾勒了啊，推进点，推进点啊，可以看得到。好，没有问题就行哈。然后我们呢再来，比如说从前方，我们呢适当的去给它交叠一层结构线，不用特别的流畅，适当的有一点的波折，但你不能完全是波折它，是长短曲直结合啊，有长线条，有这种短处的线条啊，这个确定出来了啊。这是我们确定的，首先它的一个高度啊。然后勾勒的时候呢，我会用到一点偏侧锋的感觉，因为我如果完全立起来，大家看得不太清楚了，是吧？一般我们绘画会强调中锋用笔，也就是整个笔尖位于整个线条的中心线上就行笔。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中锋偏侧锋一点，中侧锋结合啊，这个理解了啊？好，这块理解了就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动手。好，这块确定出来，大约要画到哪儿？它的边缘画到竖着的中心线靠右，大约2指，是吧？这个是前方的这块石头。好嘞，然后我们大约给它画这么一层，是吧？线条呢不要柔软了，或者说太过于这个琐碎，或者每段都一样啊，就看起来有丢丢奇怪了。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这个斜侧的这个石头啊，斜侧的这个石头，大家伙画出来没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造型，它没有什么难度的吧？这个斜坡就是一个偏三角的，然后呢，再从它的右侧或者左下角啊，从上往下，是吧？从上往下，然后我们稍微的去给它穿插，稍微的去给它穿插一下。左侧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前后交叠的位置，在前方呢，我们寸的呢还比较重，相对来讲哈比较重，其实可以呢再多一些层次，所以重墨呢我们就先加到这儿，是吧？现在可以微微的加点水，给它调和的更淡。勾勒的时候墨色往往更重，对不对？
然后我们呢再给它往下画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淡了，是吧？皴的越来越淡。好，再往下走，是吧？底部，好，是吧？前方也给它用淡墨皴一下，然后下方是吧？用浓重的墨往下呢，给它过渡了一下，是吧？给它过渡了一下。好，然后再从上方走的时候，是不是微微的皴一下，不能让这块岩石的这个留白的地方特别的光溜，是吧？微微的带几笔，有一个繁密，有一个简约，它们之间呢可以形成相应的一个过渡关系，就够了啊，就够了，不需要你去刻画特别多。把前后交叠，是吧？我们需要适当的去给它皴一皴。好，这块如果跟上，敲个数字1，好吧？好，点关注不迷路哦。以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区域会收到自动的提醒。你可以呢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在群内呢提前1天去获取我们高清难题图和工具清单，好不好？第一块呢其实没有太复杂的地方，用中锋勾勒出这么一个斜坡的石头就可以了。然后皴的时候是吧，稍微的带一点点墨色，去擦一下就行。好，听不到声音的小伙伴自己呢刷新一下自己的设备看一看，或者戴上耳机看会不会好一些，或者投屏到电视上、电脑上。好的啊，我们边画边等嘛，因为这张画其实确实不难，希望大家画得更轻松、更愉快。然后我们再往上方走的时候啊，再往上方走，以淡墨是吧，墨色或者说更淡一点的层次啊。最宽的地方左侧这个斜坡的嘛，它大概是一个梯形的造型，斜坡最高最宽最左边吧，最左边大约画到哪儿？画到整个竖轴的中心线上，是吧？竖轴中心线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大约这个画面的底部的一半的位置上就行。好，这是我们左侧需要画到的这个斜坡的石头啊，斜坡的石头。然后右侧它大约画到多少？右侧画到大约竖着中线到整个右侧一半，稍微靠右一点点。好，我们大约就画到这个转折的位置了啊，这么宽，就这么宽。好，这个大家能确定出来了吧？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面去勾勒了啊，去勾勒了。勾勒这块轮廓的时候呢，墨色相对明确啊，相对明确。笔锋可以稍微聚一聚，然后从上往下，是吧？好，然后一个倾斜的一个岩石的造型给它勾勒出来了，然后再从下方。是吧？稍微的交叠一下。多里边多环抱几层，多环抱几层。这个环抱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精细的描述了，大家看一看就可以。多看一下它们交叠的这种关系，尤其是在左侧或者偏底部这块呢，它的这种交叠的结构相对比较多。那它交叠的越多，其实你后面越塑造，往里边去塑造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捷。它需要一些浓重的墨色如果你用的墨都非常的浅淡，那这个画它这种幽深的以及丰富的层次呢，可能就体现不太明显了啊。好，这是我们画的这块斜坡
倾斜的这个岩石勾勒起来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的地方可以说一说，有困难的地方可以说一说啊。好嘞，欢迎浓墨淡墨用的同一支笔，过中线吗？就挨着就行，竖着中心线，然后包括横着的中心线，是吧？差不多这个位置上。当然，最高的点它会超过整个画面底部横着中心线，靠上呢1到2指，大体的位置，我看我们的同学们呢都确定的挺不错的，因为大家交上来的这个就是作业的话来看的话，都把握的是比较准确的。在刻画这块呢，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零基础没有学过，有很多小伙伴呢是跟着我们已经画过3、4年的了，也不能算是完全的零基础了，是吧？已经画的时间算是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学习的经历了哈。所以呢，咱们在画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定的经验去处理画面了。零基础的小伙伴对造型我们一定要稍微的执着或者说诚恳点去勾勒它的线条，注意到前后的交叠，是吧？以及它的这种密集、疏朗、长短关系在里边。然后皴的时候墨色相对轮廓线它往往要淡一些，相对而言嘛。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再往上方走从上往下，我们呢可以稍微的有一些这个什么皴笔，是不是？这个皴的笔触它并不会非常的这个清晰，因为它本来上面它就是比较浑整的墨色，是吧？我们画着呢，有的时候为了体现它的浑整，会把笔肚给按下去，是吧？把笔肚给按下去。好，再往下方走，是吧？由底部往上呢，给它形成比较明显的一种什么对比的关系啊？对比的关系。好，用淡一点的墨色给它带一带，后方是吧？相互的交叠。再相互的交叠一下，底部加重呢，能把前后区分开，左右但在结构线交叠的地方是吧？合理的给它区分一下呀，强调或者过渡一下呀，能把左右的关系给它区分开，对吧？只有对比才能把这个它们之间的关系给拉开，是不是？你要全融到一块儿就行了。有很多小伙伴呢，他是把这个颜色呢皴出来了，但是它的这个区分的体块之间的区分呢，没有把握的特别到位，那这个画它就容易糊在一块儿，对不对？好，现在皴完之后，大家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现在来讲的话，它还不是特别的完整？因为你比如说暗部它还有稀稀疏疏的小白点，是吧？容易碎，容易显得花。这是很多小伙伴画的这一步呢，就是它可能有的呢是墨色能区分开，但是过渡这一块或者统筹这个体块之间呢，这一块呢就容易忘掉，是不是？这个呢是我在这个点大家作业的时候发现的哈，点作业的时候发现的。我们皴完了之后，暗部你看还有很多的留白的点，就是它是暗下去的，或者在偏暗的这种体块当中，我们就要用一些淡一点的墨色，所以淡一点的墨色给它统筹起来，不让这种留白的滋啦的点呢太跳跃、太多，是吧？太多的话，这个画看起来就不舒服了，是不是？我们稍微的给它皴擦一下，用淡墨给它过渡一下，或者把我们皴过的地方是吧，笔触再统筹融合一下，
记住，我们只是为了统筹，所以用的淡墨，而不是用浓重的墨块给它覆盖掉了。理解了？来，我们再往右侧走啊，再往右侧走。把前方我们村过的地方，是不是？它也干得差不多了。当然，前提我们刚说的哈，你要去用淡墨去统筹这些我们村过的墨色，咱要给它用什么淡墨啊，去给它这个什么统筹一下，擦一下，是吧？统筹一下，擦一下。当然前提要干了哟，没有干透的话，也可以，但是还是完全墨色都还没有吃稳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擦，它就容易糊在一块儿，糊在一块儿就不太好了。好，不会操作的小伙伴哈，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去进粉丝群啊。好，当然不会操作呢，那你就每天你就关注抖音，然后每天晚上8点的时候点开抖音看看我们有没有给更新第2天的直播的内容，好吗？好嘞，我们这是最前方的这一处大的这个石块啊，大家画的如何了？跟上的敲个1好不好？点关注不迷路啊！以后啊，我们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我们推远一点，我们尽量让大家跟得轻松，是吧？而且呢，也不复杂这张画。如果这张画你想要把它放大的话的话，它没有太多的细节，画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定特别的到位，好不好？好的，我看到了哈，很多小伙伴是眼睛跟上的，咱也算好，也算啊。如果你以后自己呢，就是有回放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咱们的回放去练习啊。在现在呢，可以去给观察一个大概，了解一个大概嘛。很多小伙伴在直播的时候，他只看，他不会画，这个呢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变形形式，好不好？然后再在右侧一大一小，是吧？一正一邪，它各种姿态的都有。那么协调，他们怎么去统一协调？墨色上面统一就可以了。什么统一呢？就是更加的一致。左下，是吧？右上，是吧？我们又叠加这么一块石头，它造型呢，姿态呢可能不是特别的繁复。好，从下往上，是吧？给它穿插一下。跟着我们的山水进步很快，是吧？那就好。我们要的就是大家能够比较稳步的往前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状态。前后大的形态出来了，在左侧呢区分了一个大的铁块啊，或者说左右之间做了一个区分。那么区分开了，是吧？我们适当的穿插几笔，然后用淡墨在右侧，是吧？跟着这个结构线，它的轮廓有哪些角度的，我们在皴的时候，它就可以有哪些角度的笔触。好，下面带一带，是吧？这是重墨哈，重墨底部这块也可以来点重墨，好，稍微的来点淡墨来，不要画糊了啊！有的很多小伙伴呢，这一块中间来了一个。就像那个章鱼吐的沫一样，在这个画面当中，最后呢效果不太好，要尽量把控一下，来晚了呢，就尽量的局部练一练啊，以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回放里边，可以继续的去学习啊，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约束，哪里不会点哪里都可以了啊。好嘞，我们呢把这块给大家存到这儿了，大家跟的情况如何了？如果跟上了，咱们呢就继续。再往右侧走的时候我们呢把这个斜坡这个斜坡它会超过什么？我们横着的中心线，整个画面，咱们把镜头稍微推远一点点哈。稍微推远，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尺幅的大小。看这个尺幅，我们找到它一半的位置，是吧？一半横着中线的位置，
那么上方的这个斜坡要比它高2指左右，再高2指左右。你确定好这个位置点就可以了。大家上午好，啊，周末愉快了。今天是最值得期待的，这下午呢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注意力去上班了，陪大家上班，陪大家聊天，画画，摸鱼，摸到星期天。淡墨不用换笔，其实你要尝试学会自己一支笔去掌握它的浓淡关系。我们说过，这种墨色的浓，一个是墨色确实浓重，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行笔呢速度比较缓啊，力度比较沉，跟我们速度、力度、水分都有关系啊，理解了哈。但一般的纸张都是这样，你要是特别的纸呢，不敢说啊，它根据实际情况来。好，从上往下。好，大概给它确定出来了哈，然后左侧从下往上呢，给它带一带皴擦的笔触，在底部是吧？用淡墨的方式擦几笔，然后尖勾带皴的是吧？勾勒一些相应的轮廓，然后从上往下。对，好，底部记住右侧的这块石头上面基本上没有特别跳跃的墨色，现在没有干，它可能看起来比较重。好嘞，能够在咱们课程当中得到享受，那自然是最好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点一点。好了，这是我们皴擦的这块石头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平整，我们还可以通过颜色，对不对？颜色来丰富和给它统筹。这块画的如何啦？这是我们画面最繁复的地方，我们大致就画出来。你看，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大概花了20分钟的时间嘛。就把这个最刻画的比较突出或者最扎实的位置呢，就给它点出来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画上面的树木，还有点点的房屋，还有小树。那么在画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哈，给它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如果没有画完的，你可以先等一等，对不对？啊，来，我们呢给这个，我们用这个淡墨，哈，用这个淡墨。我们给大家讲讲，我们在画树的时候，今天用的这个叶片，它叫混点。这个混点叫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古代绘画当中啊，它总结了很多的符号的样式，比如说叶片上面，我们说有这种勾圈式的这种夹叶，对不对？双钩这种轮廓的，对吧？有这种夹叶，甚至有三角的，它以几何的方式呢去给它概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说类似于这种像金元宝，是吧？这种是的，像这种大的梧桐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平常我就简单的勾勒一下哈，可能这个笔呢不太精细，稍微的说一说从上往下，比如说勾勒这么一笔这个叶片是吧？左边也给它勾勒一笔，双钩的，就有点像我们所画的那种菊花瓣点，是吧？菊花瓣，然后呢，它形成一个放射状，然后形成一个完善的，是吧？一个姿态，由轴心向周边去放射，然后再从它的缝隙的里边呢，我们再去添加一点点是吧？它的叶片，它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概括这种风貌，或者说由中心向周边放射的这种叶片，这是一种，对吧？还有一种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比如说画的这种，这种呢是完全一个圆圈的，对吧？这个呢是类似于一个半圆的，是我们所说的芥子点，对不对？好，这种芥子点，
它聚焦到一个点，像周边这样放射状，就像你的手掌一样，这种就叫介质点。那么组合的形式，比如说相互的去交叠，是吧？这样去叠加然后呢，组合成我们想要的一种形象、自然的一种姿态。但边缘呢还不一定完全聚合，这是我们所说的夹叶。我是简单拓展一点点哈。还有呢，我们今天画的这种就叫点叶法。点叶法它什么样子的？它是直接着指，这种是空心的双钩轮廓。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讲到的最大的2种区分的点，这是双钩轮廓。然后呢，还有这种我们说直接着指去点的这种扁平的笔点，是不是？有大有小，上下左右有一定的连叠。那么今天画这种笔触就是这样子的。在画的时候，入笔的时候，笔锋呢入指之后我们往右摁，是不是？入指的时候呢，不要太快，它就不会出现一个尖儿了。饱含水墨浑整的笔触，是吧？水墨饱满的笔点去点，通过这种笔点呢，左右大小上下的这种连叠，形成一定的疏密，对不对？还有一定的浓淡这种关系，这个画呢就看起来松动了。这种点大混点，是吧？还有弧角点，还有呢咱们的这种介质点还有我们说到的什么数出点梅花半点，这都是古人呢概括的一些笔法的符号和样式，所以大家需要慢慢的去掌握。我们呢把这个作为了基础的一个技法教程，山石树木的技法教程呢赠送给了我们已经购课的这个回放的小伙伴作为咱们回放的当中的一个课程送给大家的。当然对于零基础小伙伴呢，你也可以学得会，能够掌握得了当然后边还会带大家临摹我们的这个古画，临摹咱们一些名家的刻图稿。我们用浓重的墨，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浓重的墨，带着我们一起来勾勒一下它的轮廓和树枝了。比如说从左侧勾勒一下这个树枝带过来，再把这个树枝呢大概着落在这个石面上，这个石头的顶部。这块的线条大家能够姿态大概能确定出来，对不对？好，确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呢再往右侧走，再往右侧，比如说从下往上，在勾勒这种轮廓这个结构这个树干的这种线条的时候墨色要相对什么浑整浑厚浓重一点点。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树的大体的姿态方向，是吧，给它确定好。大体的树木的姿态给它确定好，然后呢，适当的有一定的交叠，是吧？把树大概的一个姿态，一个剪影的形儿，就像你晚上打着灯去照着这些，比如说竹叶也好，或者物体也好，它在照在墙面上流出来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外在的轮廓，所以给它确定出来。然后我们再根据这种轮廓呢，去点这种叶片出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它比较细密的还是要浓重一点。左边它是还有一棵树，对不对？3棵嘛，然后一棵高挑，另外一棵它俩聚集一点点，或者挨得近一些。这种勾树的方法呢，也是直接着笔去画的，就我们说类似于墨骨的方法。然后我们一般勾勒的树都是双勾的，对不对？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好，然后我们呢再来在右侧再稍微的点上一些高矮错的小的点，稍微错了的小的点。这是我们大概处理的这么一组树，对不对？把它的高矮和这种大体的一个外在的出枝确定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我们就要点叶片了嘛，
我们左侧点的叶片它相对或中间要淡一点，右侧这棵树呢浓重一些，边角它会有一丢丢淡，左右形成呼应啊，有一种呼应。画树的时候，像这种树我们都把它概括为杂树，它的这种明显的外在的形象特征呢不是特别明显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这个进行这个比较概括的一种处理。刚说到哈，我们在点这个叶片的时候，它要水墨饱满。好，笔尖着指是吧？然后画出这种扁平的笔点，左右上下之间有一定的连叠。记住了，很多小伙伴都是一笔一笔的去画的，最后画的画面特别碎啊，非常的小心，它又显得有点太拘谨了啊！不要太过于小心了，松动一点，放松一点。所以你看上下左右有一定的连叠，笔触中间的缝隙并不会特别的明显哈。这个地方很容易大家出现，你别看这块不经意，对不对？大家画的很多时候都出问题，绝大部分都在这儿啊。点这个叶片的时候，是稍微概括一点嘛啊，尤其是我们有一些非常小心翼翼的小伙伴啊，在画的时候，最后画出来的效果还不见得有你自己放开一点点去画的效果好啊。太小心了，生怕出错。这个呢，是我们初学呢一般容易出现的心态，但是你要慢慢的让自己放开一点点，放开一点。好，把我们的树干、树枝都可以叠压着走啊，然后再往右侧，我们呢稍微的再错落一点儿，所以稍微错落一点儿，从上往下，好，叠到这儿，好，叠到这儿。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的时候，你看笔触的缝隙都不会特别的多哈。有的小伙伴说笔触不多，那就一块就上去了。你要笔触要有笔痕，但是呢，它笔触中间的那个留白的点呢，你可以用淡墨统筹，理解了啊？你也不要想着一下一笔咵这样一下去啊，你这就过了啊，就过了。然后再往右侧走的话，我们呢以浓重的墨点。带大家把它画出来，前方耐心一些，后面避免出现太过的一些问题。好，后方我们再来点的时候，是吧？以浓重的墨点，水分就是在这个层次墨色的层次上面，很明显的能够区分开啊，尤其是在它干了的时候。好，适当的连叠，但是它有清晰的笔痕。这个笔痕水大了你也画不出这么清晰的，你要水太少啊，滋啦的边缘呢，它又显得毛毛躁躁的啊，要适中啊，要适中。好，然后我们再来 ，OK， 好，等它这个中间呢干一干啊，干一干。然后再往下边是吧？不能让它底部完全的这个什么白着是吧？但这块我们现在可能还有一些留白，回过头来都会给它处理掉。好，左边是吧？左侧这一块呢，它都会画到，比如说大概这边去了。它要出一些枝，这个枝呢，你不一定能看到，是吧？那你就把这个叶片大体的这个位置呢点上去就行。啊，生病的小伙伴呢要注意休息哈，劳逸结合，劳逸结合。然后再往下边走，再来点淡墨啊，再来点淡墨。好，边缘参差开是吧？边缘给它参差开，然后呢是吧？有聚一点的边缘呢比较这个聚集一些的，也会有像左边这种比较滋拉开一点的。好，退远，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可以退远看一看。
这是我们画面的大体的视觉效果，目前画的，不要太过于散乱哦。来推远，大家看看整体。好，在这个延时上方，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点上一些胎点，给它呼应了，是吧？在这个转折或者偏顶部前后延时结构线交叠的地方，你可以点上一些胎点，去丰富一下咱们这个画面的树的一些内容。好，在这个左边儿。左右的边缘都可以给它点上一些，参差的错落开，不能太过于琐碎，是吧？笔触之间都可以同样有形的叠加都行，包括前方的石头上。大家早上好啊！如果你醒了，工具材料也有，那么可以尝试跟着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啊，来画一画。我们今天画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尺幅小或者内容简单一点的呢，我们可以多给大家讲讲。好，点的胎点墨色往往比较跳跃，点在岩石结构前后交叠是吧？区分的位置上，岩石结构区分的位置上。好嘞，然后我们并不需要每个地方都点哈，只把一些突出或者需要强调的位置上点了就可以了。然后尤其越往远处走啊，它的墨色是越来越淡的啊。我们只点前方比较重一点的位置。每天上午9点半。好，这是我们目前处理的这个画面效果，其实已经完成一半了，在旁边呢，它有小的房屋啊，有一个点景的小房屋。如果你这会儿方便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画一画。推进，在我们的这个石头和2棵树之间呢，这个两侧的石头之间呢，它有一个小的房屋。我们的主题就叫云鹤幽居嘛，这种山间的一个茅草屋是吧？闲时看咱们的云卷云舒是吧？静听花鸟虫草声。来，我们再从这一侧，它的这个房屋高的地方大约也就跟这个石头高还差不多，可以微微的高一点点。左侧边缘先是一个房屋的侧面是吧？房屋的边缘是什么样子？一般都是它是相互对称的嘛，房屋一般来讲是相互对称的，左右对称是吧？右侧呢，要么是平行。然后我们再来画出来内部的一些小的装饰的或者内在的一些小的结构。可以用精细一点的线条啊去勾勒。房屋的线条尽量垂直于画面，垂直于咱们的画面。然后在它内部啊，我们有一个小的什么窗户。在古代画房屋的话，它对窗户啊这种表现呢是情有独钟，知道为什么吗？窗户它代表了是2个空间的一个连接啊，然后再一个呢是我们说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够观赏一种空间的不同。好，在它底部稍微的加了一个台的这个基座。
好，这是我们家这个房屋，其他的细节不需要你去过多的去刻画。明天准时是吧？好嘞，周末呢，大家一定要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早早的可以进入，提前几分钟进入啊。好，我们呢在这个岩石的底部是吧，给它高矮的错落点上一些点，左右连叠一下。左右的连叠一下啊，把这个咱们的小树呢给它丰富起来。这种树是吧？它是这种还更有形象，更有姿态，多多少少它会把边缘这种参差感给你画的更丰富一点，而且浓淡的区别啊更多。像这种小树它更概括了，它就把这种树丛的这种茂密的感受呢给你带出来就可以了。好，有高矮的，我们来2棵是高一点不太相同的树，在这块也是一样。稍微的来一些小不同的笔触，把这个树的姿态呢带出来了。然后这上方点的这叶片的点，我们淡一点。淡淡的墨，当然也让它跟那个岩石保持一定的区分就好。这一周没画画是吧？房子就变难了。我们可以一周啊，至少画过它的1张2张，至少画过1张2张嘛。要是1张不动手，对吧？1张都不画，你久了，你这个手就生疏了，就容易生疏。所以呢，你要适当的摸笔来感受一下。好，底部这块它其实对比非常浓重的。浓在哪儿？大家闭一只眼睛啊，闭一只眼睛，不要睡着了就好。可以看看最浓重的墨色是不是就在前后交叠的位置啊？然后还有树丛这一块，这块呢，我们只要给它叠加出来，是吧？叠加出来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浓重的位置上，后面画的都很简括了，后面画的内容就会更加的简括。这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细致一点去处理的内容啊。好，喝口水。来晚了没关系啊，能局部跟的就跟，跟不了的呢就先看。如果以后啊你这个在回放里边也能看的话呢，那你就跟着回放呢再去练一练。在底部转折的位置上，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左侧我们也给它稍微的点一点啊，稍微的点一点。来给它再推进点啊，再推进点儿。淡墨在我们的房屋上方是吧？有高有矮，有高有矮的。来淡墨呢，把这个线条啊，把咱的这个远处的，可以说更淡的这种树丛是吧？高矮的，在这房屋后边，这是房屋后边的哈，咱来给它再叠一叠。好，浓淡关系就区分出来了。好，后面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小的点呢，这些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会儿画的需要，再来局部的调整。大致的前方的效果，我们给它处理出来就行。
这儿有个小房子，我们已经给它处理了。这个房子呢，并没有特别的精细啊。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再来表现一下下方的云雾吧，稍微的带一带。好，如果你用的是狼毫也好，不管你是用的是狼毫也好，还是尖毫也好，记住比例的水分一定要少，比例的水分要少，然后细毛笔的笔肚，对不对？然后在它的底部这一块，这个画的底部这一块啊，咱用淡墨从上往下，是吧？把这个云烟的轮廓呢，大体给它带出来。好，把我们的房屋这个小的这个石头的边缘是吧，稍微的加的重一些。云雾为了体现出它的宽阔的面积和它的层次，一般会在底部，它的底部呢，给它稍微用一点重墨，稍微用一点点重墨去给它什么，去强调一下它的层次，再强调一下它的层次。在这个树这块的这些痕痕没有干，我们呢不用着急，树的下方最后就用淡墨统筹，包括房屋后面啊，体现一种幽静以及浩渺。然后再往左侧走，我们可以把左侧的这个石头呢给它画完，再来画远山。云雾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是吧？好，来我们推进了啊，前方细致的地方就到这里了，然后再往后边走的时候，这个处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上手了，就比较容易去表达了。在我们画面横着的中心线大约找到，是吧？横着的中心线，然后呢，它是靠下大约2指，是吧？靠下大约2指，然后不会超过我们竖着中心线哈，它是一个斜侧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山石的轮廓，从上往下再勾勒几层。当然左侧勾勒的它也没有右边那么的浓重了，一主一次是吧？一详细一个简略。好，然后再从上方是吧？勾勒。注意到这个平坡它的角度呢，虽然都是往右侧走，它会适当的波折或者角度的区分一下，然后避免它们看起来特别的平行，是吧？好，这块呢要稍加留意啊，稍加留意。然后再往后方走的时候，没有完全的衔接上哈。我用的墨色它比较淡，然后我们再调和一点淡墨，把咱的一个山石的云雾啊交叠这一块是吧，稍做皴擦，包括这一侧也是一样，区分开左右，是不是？然后呢，让上方的比较实的墨色往下呢虚淡的过渡一下。好，调和的淡一点点。在这个快阔的面积的地方，是吧？我们要适当去给它皴擦一下。好，需要快阔一点的，我们就给它概括的面积更大。顶部的小树，我们先不去给它叠加啊，先把岩石是吧前后交叠，皴擦过渡，给它带出来是吧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呢，用笔有的时候我们会活络一点啊，活络一点。好嘞，大家这块跟的怎么样了？好，如果这块跟上了，敲个数字666，鼓励一下自己，我们已经画完一半了啊，超过一半了已经。那么接下来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其他内容都更加的简括了，更加简括。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来点淡墨，把咱们底部的云雾是吧？底部的云雾给它带出来。好，来一点淡墨啊，擦一擦不太规整的、凹凸起伏的这种云烟的味道。注意到它和岩石要衔接过渡自然，衔接过渡自然。有很多小伙伴就擦个云雾的形儿，他不去管跟环境之间的衔接，那这个呢可能也不太和谐，是吧？也不太和谐，这个还是要稍加留意啊，稍加留意。调和点淡墨，把这个岩石是吧？或者相对重一点的墨，它的边缘呢，我们稍微的是吧带几笔皴一点在上面。你可以稍微的在局部加点重墨，强调一下，不要让它看起来墨色全都雷同到一起，是吧？好，让它丰富一点点。这个时候没有干的时候，是吧？我们用重一点的墨去打破这种淡的平整的感觉，这就叫破墨法。啊，好，当然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方式呢还比较简单，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破墨。然后我们就来画上面的树了，要等它干一点再来处理下方。这叫浓破淡。那如果是它没有干的时候是淡墨是浓墨呢，我们就以淡的方式呢去破它，叫淡破浓。好，在这个石头上方高矮错了一些这种小的杂树，对吧？这种树呢画起来是最轻松简单的了，是吧？这个应该是每个小伙伴都能画得出来，不管你是新手还是我们的老手，是吧？熟悉的不熟悉的，画几个树枝高矮的错落开，然后我们再来点上一些叶片，点的整个墨色它偏淡，然后只会有局部的点它会相对的重一些，这是造笔啊，不要太心疼笔，是吧？它只要能画出这个相应的效果，你就正常的使用就好了，就不像某些小伙伴是吧？今天画完这个笔呢，洗都不洗，到第二天用的时候才发现啊，笔呢都已经是吧干巴硬了，这个呢就不太好啊。只要不这样操作，是吧？你在画画的时候稍微造一点呢是可以的，稍微的造一点可以的啊。好吧，打破了大家的这个心理的防御了。然后我们再往上边走，点一点，然后再往左侧，再加一加淡墨的点去，是吧？点的更多一些。好，稍微的是吧？间隔一点点重墨，是吧？又以浓墨的方式去给它破一破，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浓破淡。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哈，大家应该也清楚，我们会使用什么？我们会使用这种泼墨的方式，它也会使用到很多的这种墨法，然后用浓重的墨啊点在它这里边。今天开始的来晚了，跟不了。这个小伙伴看来是新入手的啊，新来的。那么可以每天上午的9点半、9点20左右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准点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绘制，好不好？6号呢，就是链接里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毛笔套装，它有我们的羊毫，有我们的狼毫，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尖毫笔，是吧？这是我们基础的，每次画画基本上都要使用到的笔。那么我们用的就是里边的这个蓝竹啊，小号，它属于狼毫。好，然后我们给它点到这儿啊，点到这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画远山了啊，画远山，画完之后再回过头来给它统一的统筹这个画面，统筹这个画面。画远山的时候，整个墨色淡
啊，当然不代表水分一定要特别的大。我们很快就可以画完了哈。这张画发现没有？用淡墨把咱们的远山给它带出来，大约位于在哪儿？这个山峰转折这块啊，位于我们这个十字交叉的点左上方2到3个手指，是吧？2到3个手指，是吧？从上往下，是吧？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上方走。是吧？稍微的交叠，它这个山峰的造型呢是比较方愣的哈，比较方愣的，在两山之间呢，它有个瀑布，那这个瀑布大约位于整个画面左侧，整个画面的右侧呀，整个画面右侧大概中间的位置上，中间的位置上。是的，需要画材以及我们回放的都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啊，都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可以点开，可以看得到，就在屏幕下方。好，然后我们再来给它叠加几层。左侧因为它这样的岩石棱角啊比较多，对不对？好，用咱们的这种淡墨。好，用淡墨把咱们这个水口，记住啊，要把咱们的水口给它什么对比衬托出来。同样，形态它是一个方折做过来的哈。边缘呢要尽量平整一些，然后去接上我们左侧的岩石。皴的时候，在左右交叠的位置上，在左右交叠或者前后交叠位置上，是要稍微的皴擦一下。这种笔触它可能是吧，线条啊不一定特别的清晰，但是呢，它很松、很丰盈、很松动。这种灰调子的是吧，浅浅的墨色是不容易把握的啊，容易碎，然后呢还容易什么画平了。大的这种交叠关系要给它区分开。那我们再来画右侧，这张画很治愈是吧？包治百病。好，然后我们再来往右侧走。我们大概的轮廓画出来哈，内部的细节呢，先不着急去画。来推进，往右边走。在它转折这一块儿，是吧？我们本来就说过，画画是一种生活，用生活治愈生活，这是每个小伙伴呢都可以享受得到的，简简单单的精神的享受，就是以我们这种山泉绘画、流水表现呢最为贴切了。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右侧把这个瀑布是来给它带下来，瀑布右侧的边缘，我们稍微的给它皴擦一下，稍微的皴擦一下，把这个轮廓，是大致确定出来。
但远山不能让它太跳跃哈，我们还是以更淡的墨色去勾勒大部分的面积。看似一些这种繁密的线条，它们内在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交叠的，这种感觉在里边。不要完全和下方的岩石接上。然后我们是从上往下，它是逐步由实，是不是？顶部相对的实，往下面越走，它是越来越虚的。只有远山的虚了，它底部虚了，才能更好衬托前方的实。如果你都画的一样的，是吧？衔接不开了，这个画儿，哎，效果就不太好了，来，我们把它稍微的推远一点点啊，稍微推远。好，小伙伴们都跟上了没有？山顶这块儿，山顶的这个大体的位置啊，稍微的就差不多就带到这里了。山河同在，与山河同在，手握乾坤，也可以这么去说。我们绘画，我们之前说到，不仅能咫尺之途写千百里之远，东西南北宛若目前。我们在画论里边经常提到，以画道而体天地之转，是吧？以这种笔墨的去淡，去映物、映衬万物。在它的底部是吧，稍微的揉捻一下笔淡墨，让它这个底部更平整一些。瀑布记住哦，这个两侧都要比较平整，不管往上还往下，只不过下面呢，它墨色越来越淡。后方以淡墨的方式衔接到树丛这个地里边去，啊，墨色的这种层次，它要区分的很明显，但底部呢不能给它塑造过多了。然后左侧我们把这个山峰是吧，给它勾勒完整，左侧的山峰勾勒完整。来把毛给它聚一聚。好，这个笔呢比较大，一般有一些勾线笔是吧，或者一些小楷，有些老师呢写着哈，就往嘴里边送一下，用唾液是吧，把咱这个笔锋给它粘起来。咱不建议啊，咱不这么建议。有些墨呢做的很高级，或者做的很那个，是可以这样去用嘴上嘴的啊。但是这个墨是吧，一上嘴，那你满嘴就可真的是有肚子里有点墨水啊。有没有这样习惯这样做的小伙伴？是吧？不仅平常画画不洗毛笔，不仅不洗，而且笔洗也不洗，是不是？水也不换，好多天都一直用这个水，是吧？煲老汤。好，这是斜坡，是吧？一个斜侧的岩石，左边呢，我们给它皴擦出来。现在的呢，我们可以用那种磨制的，可能稍微做的精致一点的那个墨呢，是可以的。有多少小伙伴是吧？平常不洗毛笔，我们就说不说平常，就说现在吧。昨天没有洗，今天用起来的时候，毛笔已经硬了，或者说咱们笔洗的水没有换的，来，你敲个数字1，我们看一看。啊，不要不好意思啊，我们看看大概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的。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啊。你看还不少，呢。哎，这。注意了啊，小伙伴们啊，要留意了，以后保持好良好的绘画的习惯的重要性是很有必要的啊。自己反正在家里边是吧，别人也看不到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哈。
良好的绘画习惯呢，是让我们会画好画的一些必要的基础。有的小伙伴不仅如此，还天天是吧？洗完笔之后喜欢甩，是吧？身后的那堵墙上面永远有你这个挥洒过的痕迹。经常用洗发水洗毛笔，那倒没必要，没必要啊。这个毛笔就正常用清水洗就行了。它里边呢，如果有一些洗不干净的这个墨，这也很正常，它也不影响我们正常的使用。你要用其他的这个，你要用其他的这个材料是吧？这些洗涤剂之类的去洗的话，可能对这个毛笔的损伤啊要大一些。你别看我刚搓了2下，还不及你可能刚刚洗那一下。好，山顶呢，或者这个斜坡是吧？微微强调了一下它结构的某些区分的点。好，用完就洗哈，养成好的习惯。你看看啊，这么多小伙伴，天天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要好好的洗笔。你看看，好，以后你家的小朋友如果调皮，那你就可能没法说他了啊，就没法说他了。好，远山的山顶，是吧？大致呢先画到这儿，然后它左侧不是还有一些小的山峰吗？笔锋聚一聚啊。好，是吧？稍微的用淡墨勾勒一个山峰的造型，好不好？用枯笔淡墨把这个块面统筹起来。关键是笔秃不要紧是吧？画出来它也可以很好看。好，底部我们用淡墨是又来衔接一下云雾。差不多就有一点点云的感觉了，对吧？云都是用淡墨哈，基本上都是用淡墨边缘给大家把它处理出来的。来喝口水。好，从上往下，是吧？给它擦一擦。这个树的下方是吧？我们也用淡墨给它统筹起来，统筹起来。左边我们也以这个淡墨给它画完，再回过头来刻画上面的小树，是吧？我们把左边的这个山峰的形态也给它带出来啊。每天上午9点半开播，欢迎大家点的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每次直播呢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的啊。好，左侧从上往下，就大概勾了一个山峰的造型。上面墨色呢稍微可以重一些，下面虚一点点。好，来点淡墨是吧？把顶部给它
晕染出来，是吧？山顶部分呢，我们稍微的来一点点重的墨色，稍微来点重的墨色。你要实在不知道云雾怎么画，留白，留白就够了，留白就够了啊！在画云雾的时候，好，那个树的底部是吧？我们用淡墨统筹起来，用淡墨统筹，不需要你去刻画太多的内容。喝水，好，来，我们干了这杯凉白开，热腾腾的水啊，热腾腾的水。点赞点跑了，不容易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画上面石头上方的树了啊，石头上方的树，稍微的调和一点墨色，调和一点相对重一点的吧，相对重一点的，我们要画一画上面比较精细一点的细节了哈。画上面精细一点的细节的时候，大家可以用，比如说小红毛啊，勾线的话，用小红毛都可以。也可以用咱们的这个小号的蓝毫，对吧？我现在用的就是蓝主的这个小号嘛，你也可以使用你手上有的这个蓝毫的小号。好，在咱们这个树的这个石头的顶部，高矮错落的繁密的线条啊很多，高矮错落的线条很多，来推进。把顶部高矮的给它加一加，要是狗狗的毛能做就好了，用它的毛来做这个毛笔的话，可能太软了。当然有猪鬃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画铅的，就是现在的蓝毫笔里边，它多多少都会有这种成分在里边啊。我也想到，如果猫的毛也能做这个就好了，整个屋子都是。好，右侧上方。高矮的加一加啊，高矮的加一加。左侧画的这个树呢，我们要稍微的形象一点啊，因为它有一些小的姿态，或者说比较长短不一的树枝。真正的狼毫，全纯狼毫的那种，那个费用就不是一般的了哟，那可是相当的昂贵啊。然后再往下，好，给它再添加一下。在这一侧顶部，这一侧顶部。好，这个在中间部分的小树上方，我们以墨色的方式给它点出来，以墨色的方式把咱们的这种小树的叶片给它加一加，好吧？然后呢，我们再往这个它的右侧走，高矮的点一点。树的茂密的叶片，就来给它点出来了。左侧也是要加出来的啊。现在画什么颜色？我们现在画的都是墨色，仍然是墨色。
好，左边，左边再来，体现它的茂密感。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它的茂密感。然后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这个墨点去点，它还需要用什么颜色去点，是吧？颜色可能点的时候不会特别的跳跃。我们现在用这种墨点把这个树干上方的叶片，是吧？叶片给它点出来，像那种锯齿状的松针，是吧？像这种松针的感觉。因为太远了，我们只能看到大体的一丛一丛的树，一丛一丛的树，其他内部的细节呢看不到。好，顶部这块也是。好，右侧再给它叠加一下。好，这是山顶的一些小细节，是吧？其实并不多，但是呢，有点点小的细碎，要有一点耐心去处理哈。然后我们比如说用这种横向的笔点、淡一点的墨色，把这种笔触面积啊给它丰富起来，所以给它丰富起来。然后这个顶部上方呢，我们还会用一些颜色去给它处理。那么点的点，你如果淡一点呢，它可能有点像胎点的，在岩石上方都可以带一带，在岩石上方都可以带一带。但是注意到不能点散乱了啊，点散乱了画就不舒服了，松动一些。然后再用山顶以淡墨的方式，把这个斜坡左下右上17，是吧？边缘浓重一点，然后再往里边走的时候，墨色它就要更淡，而且要比较实的墨色染在这个树的石头的山石的后方。水口后方，对吧？给它擦出来，挤出，是吧？挤出来咱们这个水口。傻假学生，这在说什么呢？谁故意的在说？好，这是博云的直播间啊。来，我们呢再从这一侧走，把水流根据咱们的这个两侧的轮廓线是吧，从上往下虚一点，在转折的位置轻轻的带上一些就行，好不好？转折这块加就可以了，流畅一点。而且很虚很淡。好嘞，我们呢把这个树、水流、瀑布和远山，是吧？基本上处理到这里。好，让远山呢和我们的树木呢，它衔接的厚实一点点。走了，怎么了？在笑什么？
我是没太跟上大家的节奏吗？好，顶部从下往上稍微的是吧，给它擦一下，稍微的擦一下。好，你看画面的整个的一个视觉效果是不是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画就是远山，我们推进一点点啊，推进一点点，用一点远山的这个墨色。好，是吧？远山用这种浩渺淡约一点的墨，给它体现出来，但一定是要非常淡的哈，非常轻旷。好，淡墨对，给它带出来了。好嘞，咱们这块大家画出来了没有？画出来了没有啊？这是我们远山哈，这个画画完，我们后面就基本上就可以染色了，是吧？纯墨色也可以很好看。是的，很多小伙伴可能更喜欢有颜色的，这个呢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理解。好，淡淡的淡墨，把咱的这个山石的边缘是吧带一带。树木里边如果不够丰满的，我们可以用淡墨给它加一加，再稍微的加一下。好，底部啊，比如说某些位置呢需要强调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墨色去给适当的去衬托一下。快了是吧？我们就等等大家伙儿，等等大家伙儿啊。好，接下来我们呢要用到咱们的颜色了哈。我们先把颜色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用到我们的花青，用到咱们的花青以及赭石，是吧？我们用这个呢，春降万物的24色，也有玛丽的12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挑选你所使用的这个颜料，是吧？这些基本的绘画工具材料呢，都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这个是12色，这个是24色，当然它们的这个材料的用料呢是不一样的，是吧？好，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来。我用的呢是24色，首先我们拿出这个花青的颜色来，是吧？花青的颜色，用个干净的碟子，在染色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比较这个干净的笔、干净的水、花青还有赭石这2种颜色。左下方还有远山，在顶部左上方还有，我们一会儿啊会画到的，用颜色带一笔就可以了。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好，也欢迎谢谢大家赠送的人气票哈。那可以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点一下关注，点关注呢以后我们每次直播呢都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点亮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粉丝群，在群内呢获取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提前1天都会发送给大家。然后用浅淡的赭石色，把咱们的岩石的底部稍微的给它染一染，在底部这块儿。是吧？淡淡的，不用特别的跳跃，因为这种24色的颜料的话，我们说过它是矿物质颜料嘛，它更加的质体呀、膏体更加的细腻，而且很容易水溶，不容易有杂质。成色的效果呢，它也会更加的透。
颜色的色相它也不会有那么的火气，是吧？它在温润一些。然后在右侧小的石块上方，小的石块上方，是吧？底部呢也可以稍微的给它染一染。好，淡淡的这个赭石色，在它右侧存一存。好，稍微的存一存，这是赭石色啊。然后在远处啊，远处我们用淡淡的赭石，把山峰局部给它带一下。是的，没有画画的小伙伴，欢迎点赞，欢迎点赞。好，用咱们淡淡的这个赭石，是吧？把咱们岩石底部前后交叠的位置，前后交叠的位置给它带出来。好了，换一支笔，或者把这个笔呢洗干净。用我们的这个花青的这个颜色，淡淡的花青色啊，把咱们，哎呀，完了，晕了一块在这个纸张上，淡淡的，下次再染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了啊。淡淡的花青染在咱们岩石的这个顶部啊，染在岩石的顶部。然后再往左侧，从右往左，甚至于赭石色都可以有一定的覆盖，因为我们主要是以体现花青的这种通透、清幽，是吧？因为花青它整个统筹了这个画面的，统筹了整个画面的这个什么氛围，是吧？它是一种很清幽、幽僻的一种景象。在学浪看咱们的回放。是的，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在课后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操作的步骤。操作的步骤。好，赭石色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跳跃了？而且画面看起来它还更加的和谐了，因为有颜色来统一的嘛。然后再往右侧走，淡淡的哈，淡淡的，然后山顶右侧，好淡，再淡一点点。把左侧的山石是不是也衔接起来，左右呼应一下，同时呢，它也会有一定的浓淡的对比关系在里边，是吧？好，当然不用给它染的特别的跳跃，尤其是像左侧这种，它不需要特别多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再来一点淡淡的颜色，我们把这面的下方的这个云烟呢，给它带一下。山顶，
远山这种很浩渺的，都是更浅淡的颜色，是吧？才能更好的和前方的衔接和对比开。同样的，可以把赭石色有所覆盖，有所覆盖。好，云烟的视觉效果大体就快出现了，还有画面的这个协调和完整度呢，也越来越高了。手机屏都被你戳烂了，这个使的劲儿可忒大了啊！使的劲儿可忒大了。好，底部云烟的位置上啊，我们在衔接下方云雾的地方，也要用淡淡的花青，是吧？给它带一带，轻烟渺渺，让这个画儿显得更加的丰润一些，丰润一些。好，远山也是。如果刚刚画的那个墨色没有干透，你就先不要着急，给它边缘也加上了。边缘可以先缓一缓。啊，包括这个山，纯墨块是吧？绘制的，我们也用这个颜色给它带一下，清新淡雅。好，很多小伙伴呢可能喜欢那种重口味的，是吧？颜色墨色对比特别强的，这个呢也可以理解，这个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喜好来做一定的调整。你颜色喜欢淡，那你就多用点水；颜色浓，你想要浓的，你就可以多用点颜色。好嘞，咱们大致呢给它画到这儿。好，把这个树叶儿是吧？树叶里边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淡淡的赭石色不对，花青色，是吧？给它带出来，给它带出来。然后前方的小的石块，所以我们给它稍微的加重一些就好。还有个小远山是吧？这个很快了，小远山很快就可以带出来。我们回过头来，可以把我们的部分的墨色颜色还可以适当的加重，是吧？稍微的加重。好，画面呢更显清幽。树怎么画？来，我们来点淡淡的花青哈，把远山给它画出来。就淡淡的花青色，是吧？一笔这个点出来了。现在没有干，可能看起来会比较跳跃，干了之后就好了。群峰浩渺。好，我关一个灯给大家看看啊，是不是这个反光有点强？光线刚刚太暖了，光线比较暖，没那么咋呼啊。但是这个水呢有点大，但我们可以来一点点朱砂，或者对，来点朱砂类的颜色，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树里边呢穿插一点点。在这种石头的地方，你想要追求丰富，是吧？
就像前方，你想要追求丰富一点，你就可以用点三绿的颜色在里边，就可以用点三绿的颜色给它丰富强调一下。现在我们呢使用的很简单，对不对？用的墨色颜色很简单，色调不暖了。想要它暖一点，这个都好说。但干一点之后，同样可以再加，同样再加。好，我们用一点朱砂的颜色呢，在我们的这个树叶里边儿。再微微的来上一点，就像左侧这树丛里边，它都要有一些偏暖的这种树叶的笔触在里边，然后更方便我们，比如说上下的这种协调或者呼应。暖色嘛，需要暖色，我们就先给它加一加，但不是特别的浓重，因为你本来这个画都已经画湿了嘛。画湿润了。小房子，一会儿加一点就行。啊，左边是吧？点燃一下。有的山下面涂上花青，上面涂暖色，为什么？这个没有为什么，就根据我们的画面的需要，你想要它暖一点，想要它表达什么样的氛围，你就怎么去着色。你想要暖色突出一些，对吧？那么肯定在染色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亮的地方或者颜色的顶部，我们用到的暖色更多。你如果想要的是偏冷，那我们肯定在用的亮部的冷色呢，它就会更多一点。那现在你要想要它暖，同样都还可以，因为我们加的颜色很淡，这个淡的基础之上，我们都还可以再去做一定的调整，都还是可以的，好不好？好了，然后我们再往它的下方走。好，这样的视觉效果是否是大家喜欢的？更喜欢水墨色的，刚刚有没有截图啊？啊，干了呢，它会更加的舒服一点。现在呢，对比比较跳跃，以前去山里写生被蚊子咬了，不敢去了。那现在自己在家里画一画。好，这是我们画的云鹤幽居。那这是一种浅江山水的表现的形式哈。作者呢，他本来就比较喜欢画这种清旷幽僻，甚至于比较秀美的景象。但是他的画作很直观，也非常的这个受我们大众的追捧。所以我们可以多尝试的去感受一下他笔下的笔意。有的小伙伴呢，可能追求一些是吧不太一样的绘画的风格，而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或者说一个喜欢绘画、喜欢生活的人呢，我觉得更多的具有一定的包容的心态。不管是什么样的画面，我们如果都能够欣赏得了，都能够在当中找到他喜欢的一种乐趣的话，那就是最美的，好吧？那这个呢也会放到咱们的回放的课程里边。今天我们时间还比较早，我们可以带大家画一个挂历或者大家喜欢的案例。